既然不情不愿，何必继续抄血经？这也是对佛祖的最大不敬啊！太后，您与令妃在圆明园相处3年，他是个怎样的人，您还不清楚吗？正因为相处了3年，才更加知道他。这个魏璎珞太伶俐，他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，让你去喜欢他。当年的容音，后来的皇上，不都是这个样子吗？或许这只是误会。他要是不抱怨，顺嫔怎么能知道呢？令妃娘娘是来送新抄的经书吗？是。奴才一定代为呈给太后。我明日再来。用不着了，太后体恤您抄经辛苦，怕伤了身子，免了您这份苦差。抄经是功德，臣妾心甘情愿，怎么会是苦差呢？奴才也是传达太后的懿旨。另一件事，近日太后要静心参佛，令妃娘娘就不用特地来请安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太后突然态度大变。有空替我担心，不如想想自己的事。令妃娘娘，令妃娘娘，可否经明玉说几句话？明玉，凡事不要拖泥带水，把话说清楚。明玉，你疯了！我现在还未出宫，你这样拉拉扯扯，成什么样子？我已经请求过皇上。皇上也下了旨，把你赐给了我，跟自己的未婚妻说话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明玉，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把所有的聘礼都退回来了？我左思右想，越发不妥。哪里不妥？将来你要上战场的，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我不想做寡妇。我不信。既然你不想做寡妇，那为什么当初要和我交往呢？那是为了帮璎珞，为了替她套消息。难道你熬夜做母鹅，亲手做小菜，这些也都只是利用？要想利用你，总得先付出。话说的绝情，可你眼里却含着泪。明玉，到底是怎么了？好了，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我得走了。明玉，你今天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等我们成了亲，我再慢慢的问清楚。奴才已经清点了圆明园库存的琴，一共218张，还是雍正4年的时候曾着琴工去教贤收存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失去了妥善的管理，还缺少懂音律的琴师，就那么随意地摆放在库房里，怪可惜的。
好好一把梅花蕉叶段，竟然荒置若此。袁纯望，吩咐圆明园，自即日起，每5日送一把琴来，本宫要亲自试弹调弦，重新编目。奴才一定会替您找到好的琴工的，您又何必亲自费心呢？这把琴当年康熙爷用过，万一哪日忽然皇上心血来潮，看到康熙爷的旧物荒废如此，一定会大发雷霆了。皇后娘娘，皇上为了顺嫔一事，已经多久没踏入承乾宫了？您还这样惦着他？再过4个月就是圣祖的忌辰，如果皇上知道娘娘这么上心，一定十分感动。这琴套也太过俗气，本宫要亲自画好花样，你再交造办处重办吧。这不，还是不要绣花，在这儿绣上琴的名字。这12阿哥，皇后娘娘恕罪，是奴才没有管好阿哥。娘娘，永基，你怎么可以如此顽劣？快去找个有经验的琴工，看能否重新修理。这不许哭，从头到脚没半点像本宫。往日这个时辰，不是应该带着阿哥在御花园散步吗？还不快去！是。娘娘，12阿哥还小，别和他置气了。他是正宫嫡子，人人都睁大眼睛盯着，他可不是普通的顽童。主子请放心，奴才一定找好的琴师把这琴修好，绝对不会误了娘娘的事儿。来，小心点啊！12阿哥，你可不能再顽皮了，小心被皇后娘娘知道啊，一定会罚你的。12阿哥正是闲不住的年纪，皇后娘娘未免太严苛了。你懂什么？爱之深责之切。12阿哥是正经嫡出的阿哥，自是处处不同。以后不要乱说话，仔细你的皮。来，12阿哥，慢点儿，我们去那边捉蜻蜓好不好啊？皇后娘娘，和亲王送来一件礼物，说是给12阿哥的。和亲王，娘娘，从前元宵节，宫里常用彩灯堆成鳌山，灯里寓着秋季的蟋蟀，点燃灯笼，虫鸣阵阵，趣味十足。有一次，我为了捉住里头的蟋蟀，点燃了鳌山，险些烧毁整个紫禁城。皇阿玛责我顽劣不堪，可我5岁能诵，7岁能诗。顽皮的孩子才聪明。以后12阿哥去了上书房，我会让师傅们好好调教。皇后娘娘，不必忧心。哎，12阿哥，来这儿，你看这个特别好玩，来我这儿，来，你看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个呢？阿妈，他们打我。谁打你？阿哥们还有伴读。阿妈，你笑什么？皇上宠着你，阿哥们让着你。你一入宫便先撕了师傅的书，砸了我阿哥的砚台，
折了六阿哥的扇子，藏了安达的鞭子，还把伴读当马骑。傅康安，你这不是读书，是来学螃蟹。谁说你告诉阿玛的？小少爷，奴才真的没有说。傅康安，今天不许用晚膳，1个月不许吃点心。不吃点心，我不活了。卡在那儿。去就去。顺嫔娘娘，犬子无礼，请多见谅。你跟你阿妈，可完全不像父子啊！傅康安，向顺嫔认错。顺嫔娘娘，福康安错了。快起来吧。这帕子，这帕子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们先告辞了。傅康安，过来。这帕子怎么了？明月，转个身看看。哇，这件嫁衣实在是太美了。珍珠，还缺全套的头面，你去问问小泉子，都送过来没有？是。明玉，巡逻，我舍不得你。起来。你这身嫁衣上的刺绣。是我会了纹样，特意去定制的。本来我想亲自给你绣，但你知道的，我一出生就没了母亲，后来又失去了姐姐，让相氏去算，一定会说我命硬。所有的新娘子都要父母健在，儿女双全的全福太太祝福，我可不敢污了你的嫁衣。璎珞，你从前都对这些嗤之以鼻，我自己可以不信，但不能妨碍了你。璎珞，我舍不得，我真舍不得。我求求你，不要让我嫁出去，好不好？明月，这一身红彤彤的嫁衣，多漂亮啊！从前我姐姐说过，若我出嫁，她一定亲手为我做嫁衣。可惜，我这一生都无缘穿上。
但我希望你能穿。若娘娘还在，看到你出嫁，她也会高兴。我们的愿望都落空了，所以明玉，你要幸福。请你一定要幸福。遗珠，你怎么来了？明玉姑娘，我家主子吩咐把绣样给你送来，还有一套金器。主子说呀，上回姑娘的用具都旧了，特意打造一套纯金的，全为姑娘添妆。替我谢过你家主子。是。傅恒，军机处的差事应该忙坏了吧？怎么还有时间来这儿？地契，你的老宅在庆云县，如今娶了媳妇儿，便可在京城安家立业了。京城寸土寸金，若非世家大族，京官们大半都要租赁的。你要送一套宅子给我呀？好兄弟呀！哎，不对呀，你已经给过我贺礼了，那这又是何意呢？我给你，你就留着吧。这套宅子离紫禁城那么近，明玉就可以天天入宫了。莫非你对令妃还……海兰察，不要胡言乱语。要不要？不要还给我？给了怎么能够拿回去呢？那就闭上嘴吧。嗯。你听到没有啊？刚才富察少爷说他要带你出宫，你高不高兴啊？顺嫔娘娘，傅恒大人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打扰了。顺嫔娘娘，我有件事想向你请教。什么事啊？傅恒大人，您还是一点都没变。你说什么？第一次见您，便听闻您是家世显贵的翩翩公子，文武双全，温文尔雅。可我觉得，那并不是真正的您。顺嫔，我与你只有数面之缘，谈何了解？赵惠将军脾气暴躁，每逢战事，他就饮酒数坛，全作发泄。可傅恒大人呢，嬴政起身，练武1个时辰，慢待天亮，处理完军事，读书1个时辰，亥时便休息，就像养心殿那座自鸣钟，机械的毫无生气呢。这只是我的生活习惯。人人都说您自律，可自律过度的人，往往都沉郁得很。这世界上哪有永远不动怒的人呢？可您脸上永远那样的平和、温柔，显见比任何人都来得沉郁。顺嫔，请不要妄加揣测。第一次见傅恒大人变脸，真是有趣。你和我印象里那个美丽大方、热情开朗的女子也完全不一样。习武之人常常指缝带泥，可大人的手却永远干干净净。明明是交房勋妻、军机重臣，却如此谦逊，礼贤下士。难怪皇上器重，百官敬仰。可您这样活得不累吗？
请不要将你的想法强加于人。这样严苛的约束，一定让您时时刻刻都很痛苦。够了。傅恒大人，我刚才说的话，一定十分的冒犯。可我第一次见您，我就这样觉得了。如果触怒了您，还请您多见谅。你说的话，我就当没有听到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，我命悬一线的时候，是大人伸出了援手。我会牢牢记住，一辈子记住。我只希望您活得自由快乐，绝对没有半点恶意。对了，您刚才想问我什么？你这手帕到底从何而来？这手帕，扁豆蜻蜓图。我是看令妃有一幅这样的绣帕，上面的2只蜻蜓相依相偎，十分的别致，便特意去讨，可他怎么也不肯给我。回来，我只好临摹了一幅。不知这手帕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是《韩熙梦绣宋元明记册》的第7幅。女子大多绣些花草，这图实在别致，才会多留意了一些。是吗？当然。那我还有事，告辞。大人，这都是送给明玉的。明玉家世不显，我得给她撑腰。真是好大的手笔啊，怕是要把索伦侍卫给吓坏了。你对明玉可真好。明玉待我也好。今日是她出宫的日子，她怎么还没出来？我最喜欢这个嫁衣上面有折枝花的图案，有趣又漂亮。你为明玉的婚事啊，真是尽心又尽力。等到出嫁那日，我们明玉一定是最漂亮的新娘子。明玉，明玉姐姐，明玉姐姐，明玉，明玉姐姐。明玉，心不在焉。奴才疏忽，请皇上恕罪。得了吧，啊，你呀，是急着回去接新娘子，可明玉按律出宫，先得回府待嫁，你总不能直接把她接到庆云吧？急什么急？不回庆云了，奴才把母亲接了过来，一家人定居在京。按奴才的俸禄，自是治不了京城的宅子。多亏了傅恒大人，方才能够。傅恒，是。
他倒是有心了。皇上，容奴才告一天假吧。你呀你呀，太没出息！皇上，奴才有事禀报。还有没有点规矩？看你脸什么色儿啊？撂脸子给谁看呢？延禧宫派人来找索伦侍卫，说出什么事儿了？明玉姑娘没了。令妃娘娘，海兰察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令妃娘娘，海兰察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娘娘吩咐了，谁也不见。走开！您不能这样乱闯。海兰察大人，出来！您别撬了！我有话问你。您别撬了呀！出来呀！令妃娘娘！哎呀，索伦侍卫，大人。顺嫔娘娘。你以为你是御前侍卫，是皇上的心腹，便可以视宫规于无物吗？请你让开。令妃伤心过度，不愿见人。有什么话，你就对我说吧。我只有一句话想问他：明玉，因何而死？我们到明玉的房间，她已经死了，什么话都没留下。令妃娘娘，明玉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最亲近的心腹。大人，她的死，你半句交代也没有吗？你让开！令妃，令妃，放肆！令妃。海兰察，谁给你在延禧宫放肆的权利？拿下！令妃，出来啊！令妃，告诉我，告诉我，令妃，你告诉我。你没事吧？就算你在里边关上一辈子，死去的人再也活不过来。皇上，走吧。皇上，关于明玉的死，臣妾有事禀报。明玉，为什么？叶殿试，你说。回皇上的话，明玉姑娘曾经来找过臣，臣也断出她的银针已入心肺，根本无药可医。明玉姑娘就嘱咐臣不要说出去，可没想到她寻了短剑。他让你不说，你就什么都不说。这是病人的请求啊，海兰察大人，我是真没办法，没办法呀。住手！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为什么要逼他？我为什么没有问清楚？都是我的错。
皇上，令妃娘娘那儿不必告诉她。皇上，臣知情不报，已经犯了大错了，现在还瞒着令妃娘娘，只怕她……不必多此一举。原先她不明白，现在也该想明白了。顺嫔娘娘，主子不在殿内。主子昨天把自己关了一整天，今儿一大早，奴才进去送膳，结果发现主子不见了。奴才们已经分头去找了。若要是寻到人，一定去厉景轩通知我一声。傅恒大人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令妃不见了。不见了。昨天的事，想必您已经听说了吧？我今天去延禧宫，才发现令妃失踪了。明玉的死，她十分自责。我担心她会出事。顺嫔，我只是个外臣，不便干涉宫事，抱歉。主子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是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你已经不是长春宫的小宫女，你是令妃。让别人看到你在这儿打扫，他们会怎么想？这是我的事，与你何干？魏璎珞，先皇后走了，明玉也走了，从前在一起的人就剩你一个。可是那又怎么样？你是魏璎珞，没有他们，你也一样可以自己站起来。你懂什么？我见过海兰察了，明玉是不想连累任何人，才选择自尽。这与你无关。你不明白。那你告诉我，是我太着急想要明玉出家，我不够细心，不够体贴。如果我多一点耐心，我
问清楚，明玉也许不会死。就算他没有自尽，你也无法挽救他的生命。那根针已经入了肺腑，神仙也救不了他。你猜到了缘由，为什么还要怪自己？因为我有私心。你有什么私心？先皇后娘曾跟我说过，她要亲自送我出家，可惜她没有看到。我想让明玉嫁人，披上那身鲜红的嫁衣，实现我永远都做不到的事。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将自己实现不了的梦，就强加在明玉身上。是，她病入膏肓，可我的固执己见，加速了她的死亡。璎珞，这不怪你。如果我多了解他一些，对他好一点，再好一点，哪怕给我留下片刻，容我说一声对不起。我对不起你，真的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。傅恒大人，我失态了，抱歉。璎珞，你这样的称呼不合规矩。令妃娘娘，你要多保重。谁告诉你我在这儿？我在路上遇到了顺嫔，她说你失踪了，我一猜，便知你在这儿。怎么了？没事。皇上，顺嫔娘娘在殿外求见。让她进来。这……你怎么来了？嫔妾向令妃学了刺绣，又请绣房的师傅指点，这才绣成了这道插屏。皇上，您瞧瞧，喜不喜欢？扁豆蜻蜓图。嫔妾不知道绣什么送给皇上。
嫔妾看令妃有一方这样的帕子，嫔妾觉得非常的别致，所以一样画葫芦学了来。什么？您可千万别告诉令妃，嫔妾央求了她好久，她就是不肯送给嫔妾。哦，对了，那日嫔妾偶遇傅恒大人。皇上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嫔妾赴京，途中遇险，是途经的傅恒大人救了嫔妾。嫔妾也不知道这个礼物给皇上您会不会喜欢。嫔妾琢磨着，傅恒大人也是最懂皇上心意的，便特地问他，却被他训斥了一顿，说嫔妾这样做不合规矩。哎，说来也巧了，这傅恒大人有一个香囊，上面绣的图案跟这个一模一样，嫔妾遇险的时候差点害他弄丢了。够了，皇上，您怎么了？陈璧，朕还有公务在身，你先回去吧。皇上，臣婢是不是说错什么话，惹您生气了呀？没有，朕只是杂物缠身，有些心烦。你先回去，朕空了再去看你。是，嫔妾告退。这是哪来的？娘娘，明玉姐姐出宫前一日，顺嫔派了大宫女送还绣样。当时奴才瞧见，她的手里还捧了一只雕花匣子。刘姑姑，顺嫔娘娘身子不适，怕是不能陪太后听禅了。顺嫔没事吧？请太医了没有？奴才劝过好多次，娘娘生怕皇上知道了，又该兴师动众的，只说喝些姜汤就好。她还赶着送给太后的绣巾，怎么劝都不肯休息。你多劝着顺嫔，让她小心保重身子。我这就去回太后。是。主子，主子，小心淋雨！主子，听明白了吗？那是令妃啊！哟，伞呢？那儿呢？娘娘，娘娘，下这么大的雨，您怎么就过来了？我要见皇上。哟，皇上现在谁也不见呢。李总管，烦请您进去帮我通报一声，我有急事要见皇上。娘娘，不是奴才不帮您，实在是……李总管，您就进去帮我通报一声，我会永远记住您的这份人情。娘娘，奴才试试，试试。
呦！娘娘，您回去吧。皇上说，不见您就是不见您。走，主子。主子，主子，小心淋雨！主子，令妃娘娘到访。璎珞，你来了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找我？回来以后，想了很久。明玉的死，我也有责任。你什么责任？他把他生病的事情告诉了我，可他要我替他隐瞒。我怕你伤心，所以一直拖着不敢跟你说。我没想到，他竟然这么想不开，寻了短见。璎珞，你笑什么呢？这个是你送给明玉的。我看明玉的器具都旧了，所以特意送她一套金的。没想到成了她的催命符。若非我问你，你打算说吗？不说。为什么？我好不容易赢得你的信任，我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疏远了呀。璎珞，明玉做了傻事，我也隐瞒了你，但我们的初衷都是要保护你呀。说。你刻意接近我，到底是何用意？我想成为你最好的朋友。最好的朋友，就是处处隐瞒。我是为你好。你撒谎。我没有。那你为何逼死明玉？我没有逼他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我最大的错误，我就是没能阻止他。可这样做，我恰恰也是帮你摆脱痛苦。你说什么？璎珞，明玉他已经无药可救，可是你要好好活着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就算他活着，他又能活多久？1天、
2天，还是1个月？等她嫁到多拉尔家，她只会更痛苦。现在，她轻轻松松的走了，这是对她最大的仁慈。我在用我自己的方式帮你，你怎么能怪我呢？你疯了，璎珞！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明玉她活着很痛苦，死亡对她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你不是神，你是人，你不可能考虑所有人的喜怒哀乐。让她走，你就自由了。闭嘴！我是隐瞒了你，甚至坐视他的死亡。如果你不能原谅我，你干什么？你就拿这把剪刀刺入我的胸膛！松手！你松手！松手！都愣着干什么？快来救他！娘娘！娘娘！娘娘！陈碧！娘娘！娘娘！陈碧！住手！陈碧！陈碧！离开！陈碧！太后！我看，快叫太医呀！传太医！陈碧，璎珞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？把他拿下！太后！太后！陈碧！太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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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皇后娘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？你问问他。说。今日，令妃娘娘气势汹汹地赶来，指责顺嫔与明玉姑娘的死有关。天知道，明玉已经病入膏肓，无药可医。顺嫔可怜明玉，就替她隐瞒了病情，便被大大迁怒了。令妃说得太激动，一时失手，刺伤了顺嫔。朕去看看顺嫔。等等，皇后娘，朕很担心顺嫔的伤势。已经让太医看过了，虽然流血很多，但也都是皮肉之伤，与生命无忧，皇帝不必担心。现在倒是应该想一想如何处置凶手。皇后娘审问过在场的人吗？他我审过了，还有宫女珍珠，我已经让人把她送到慎刑司去审问了。至于令妃，就交给皇帝处置吧。皇后娘，朕以为您一直是喜爱璎珞的。可我不能允许他伤害和安。皇后娘，顺嫔不是和安。我说他是，他就一定是。不管这是误伤，还是有意而为，令妃此举过于猖狂，他一定要为此受到教训。下去吧。是。皇后娘娘，恕嫔妾身受重伤，无法起身。好厉害啊！
您说什么？令妃侍奉太后，鞠躬尽瘁，圆明园3年积累下来常人难及的感情，在紫禁城里边，太后就是她最大的靠山。但是你3个月都不到，就可以令太后视你如己出，千方百计地呵护着你，真的令人刮目相看呐。您过誉了。令妃颇有心计，难以对付，你就趁她痛失名誉、心神紊乱的时候下手。你可不是一般的厉害。皇后娘娘，愿不愿意与嫔妾合作？哼，你我，没错，你我可是死敌，怎么能合作？面对共同的敌人，彼此就能合作。哼，顺嫔，本宫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美女，皇上。太医说了，你是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，切不可再任性，一定要卧床静养。嗯。太后要求严惩令妃，你又一直与她交好，真想问问，该如何处置？皇上，令妃痛失好友，又受人挑唆，其情可悯，但她情绪激动，失手伤人，其罪难容。依臣妾看，定要重惩在背后嚼舌根的奴才。至于令妃，让她闭门思过。陈璧，你以为呢？嫔妾以为，令妃绝非故意伤人。皇上，请您从轻发落。好，那就让她好好闭门思过。究竟谁在背后挑唆令妃？自己站出来吧。皇后娘娘仁慈，这是给你们机会，还不老实说？若送去慎刑司，一个个性命难保。带走吧。皇后娘娘，是他，他追得令妃血案，是他，一定是他，血口喷人。皇后娘娘，奴才冤枉啊！奴才从未教唆过令妃啊。不是你教唆，那又是谁的错？你仔细想想。令妃平日都说过什么，做过什么？你想到了，说不定能从轻发落；想不到，只好同罪论处。皇后娘娘，奴才常听令妃背地里骂顺嫔。骂什么？骂她妖媚惑主，不知廉耻，形如妲己，祸国殃民。那日得知顺嫔隐瞒了明玉的事儿。令妃新仇旧恨袭上心头，一时冲动才会伤了人。那这么说，令妃是早有预谋？这个奴才不敢说，但是令妃对顺嫔十分仇恨，这是板上钉钉的。全部带走，一一审个清楚，再交内务府处置。押走。起来！快点，快！走，走，快点！走走。原来皇后娘娘和顺嫔联手了。令妃，皇上的宠爱，太后的信任，挚友的陪伴，人身的自由，你一样样的失去。如果本宫是你的话，就该好好想想，
为何落到这步田地？请令妃娘娘用膳。娘娘，您感染了风寒，要不要奴才去给您请太医？现在哪还有太医会来延禧宫？不用麻烦了。像娘娘您这么好的人，小犬子那个狗奴才，靠着败坏娘娘的名声，现在已经调去乾清宫了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没什么好奇怪的。可是人也不能没有良心啊！现在咱们延禧宫上上下下所有的人，都挨了棍棒，就唯有他，袁总管。出去。名誉就那么重要？一个奴才而已，值得吗？你为了他，高高在上、智慧过人的令妃，跑到去跟顺嫔对峙，结果中了人家的圈套了吧？从今天起，不许你给令妃送膳。延禧宫的一切，他负责。袁总管，这令妃娘娘的宫里的事，不该问的，不要问，这才是保命之道，明白了吗？下去。是。从前你处处跟我作对，知道我为什么还要用你吗？奴才背叛了令妃，她若活着，肯定没奴才的好。聪明，我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。谢谢袁总管。记住，我绝不要听到半句流言蜚语。是。是你。哼，令妃娘娘，山不转水转，奴才又回来了。咱们主仆还真是天注定的缘分呐。这就是本宫的善事。最近2月，您不总放胃病吗？太医早叮嘱过了，每日清粥1碗。这是清粥还是清水？人要识时务，今时不同往日了，有碗清粥，不错了。小圈子，从前本宫如何待你，你竟如此恩将仇报。哼，恩将仇报，令妃娘娘，你好好看看啊！你看看，现在除了我，还有谁愿意来这鬼地方啊？给脸不要脸，不想喝，那你就饿着吧。
狗奴才！妹妹，瞧你，短短几日，身上就瘦了这么一大圈，脸色也这样的憔悴，真是让人看着心疼呀。哎，也只有令妃那个毒妇，才会下如此狠手。圣嫔妹妹，这些呀，都是我珍藏的一些药品，适合于体虚之人用。你还缺什么，尽管跟姐姐说，但凡姐姐有的呀，绝不吝惜。妹妹，姐姐如今啊是想明白了，你不久前才和父母亲人团聚，这皇上和太后难免会偏疼些。可是妹妹呀又是个实诚人儿，这才招小人嫉妒，从而挑拨离间的。哎呀，妹妹，姐姐我从前呀也是受到奸人的挑唆，这才误会了妹妹嘛。是。姐姐从前是有诸多错处，还是请妹妹多多包涵。咱们大家既然成了姐妹，就是天大的缘分，往后还是要好好相处才对呀。你是看嘉妃和令妃先后受罚，担心祸及己身吧？顺嫔，纳兰姐姐是真心求和，你何必咄咄逼人呢？姐妹相称，就凭你们也配？你猖狂！哼！你还不走？如今顺嫔娘娘是紫禁城第一大红人，令妃早已不能与你相提并论。能不能请你高抬贵手，放她一回？你替令妃求情？是，我为她求情。我以为紫禁城的女人只会拈酸吃醋，针锋相对呢。同样是女人，既有如您一样受尽宠爱、节节高升的，也有像我这般能力有限、安心度日的。可对我来说，紫禁城和皇上的朝堂没有区别。皇后是主子，妃嫔是同僚，后宫寂寞无聊，多个好朋友，还能一起赏花下棋，相安无事，不好吗？我说错话了。诚如你所说，不是你不敢斗，是你斗不起。又有什么资格来向我求情？好吧，就算我斗不起，可令妃已沦落至此，你就不能放过她吗？要杀她的人，从来都不是我。遗珠，送客。傅恒，刘德昭的处置，你判流放，为什么？据奴才调查，刘德昭虽妄言祸福，行为癫狂，但他只是个连寒暑都分不清的疯汉罢了。山东总和白中山在他家中搜出反清复明、削发拧绳之语，一个疯子能干出这样的事吗？傅恒，你可别被那大逆不道的贼人给骗了。皇上，
此人是真的疯癫，又目不识丁。据奴才猜测，所谓反清复明、削发拧绳，根本就是当地官员为了谋求上位，刻意栽赃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抓捕一个疯汉，与抓捕一个逆贼，哪个功劳更大？傅恒，你不怀疑逆贼，你却怀疑自己人，我真的怀疑，你是不是大清的臣子？是非黑白，自有公断。不必争执。光天化日妄议本朝，大逆不道。就算他是个疯汉，也是罪无可赦。传旨，刘德昭按律凌迟，并宣示各省督府引以为戒，凡遇擅谤朝政者，杀无赦。皇上圣明。另有一件紧急事务：江苏铜山县黄河南岸张家路低宫决口，铜山州知李敦守备张兵轻躺误弓，按律当斩。只是高斌的处置，还请皇上示下。皇上，高斌是有包庇下属之嫌，可他并无渎职之过。高斌年年领营修堤，到了关键时刻，他就是这么包打阵的。高斌治理河道多年，又向来认真勤勉，现在正是治河抗灾的风口浪尖，不如暂且革职，留功效力。高斌御下不严，复闻训纵，如今河堤被毁，他身为河都，责无旁贷。傅恒大人，你到底收了他什么好处？要如此为他说情？奴才家与高家向来水火不容，若说奴才收了他的好处，简直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。杀了高斌，谁来治河？贺亲王，你懂吗？你够了。铜山同知李敦守备张兵，就地正法。至于高斌，一并绑赴刑场。皇上，你说的对，高斌得用，朕不能杀他。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让他官斩，再行释放。先行不要告知他，让他以为脑袋不保，好让他记住这个教训。归案吧。臣弟告退。你还有事儿？关于高斌的处置，你认为朕对他残忍？皇上何必吓他？洪泽高游洪水，他身为河都，延误灾情，朕赦了他。河南外河同知陈克济窥塔案发，他多方包庇，朕又赦了他。此次铜山决口，不但威胁高家堰堤，还要下游淮阳水灾泛滥，真是无能之极，罪无可赦。朕不杀他，已经是法外开恩了。皇上，您心里也明白，高斌是个能臣，治水一事积弊严重，他无法力挽狂澜，只能尽力周旋。更何况，他是惠贤皇贵妃的亲生父亲，已年届7旬。皇上可以杀，可以放，却不可辱，以免世人误会。傅恒，你究竟是在替谁求情？奴才不知皇上所言何意。你让朕念旧情，你好像不是在帮高贵妃，而是在帮延禧宫吧？皇上，奴才万万不敢干涉公务啊！没有最好，退下。奴才告退。